Hello，大家好，欢迎各位回到你宝贝的中阶指甲课程第二季第3集。这一集我们要来谈卸除指甲以及卸甲重做。那其中要讲的内容呢，我们在荧幕的右边有看到，哇，有好多项。第二季呢，基本上是衔接着第一季的，客人在之前第一季已经做好指甲了，第二季呢，来我们这边要把指甲卸掉，并且呢要做艺术指甲。还没有看过第一季的话，请大家回到第一季，把第一季先看完，再来接第二季啊，免得内容太过于复杂了。今天好，在第二季里面，我们要谈的是卸除指甲与卸甲重做。那后面还有很多集哈，包含了理论课程，也有实务课程啊，都等着各位和我们一起往下看。卸甲重做是什么？卸甲重做指的是之前手上面已经有人造指甲了，为了要做新的指甲，所以需要把旧的指甲给卸掉。这个必须的动作这个必须的流程，我们叫做卸甲重做。卸甲重做其实它不是单纯的把指甲卸掉而已，而且卸甲重做它也不包含做新的指甲的费用。它比较像是因为要做一个新的指甲而做的前置作业，所以说当你手上面有人造指甲要重新做指甲的时候，我们会有2个费用，一个是卸甲重做的费用，一个是做新的人造指甲的费用。卸甲为何比卸除重做贵？我们来谈一下什么是卸甲。卸甲是指说，今天把手上的人造指甲完全卸除，不管是颜色胶也好，底胶也好，任何一点一丝的东西全都不留，而且不再继续做人造指甲咯，不再继续做了。所以说，卸除指甲的时候，还会帮你做一些真指甲的基础保养，这就是卸甲的定义。卸甲。那为什么卸甲比较贵？那是因为卸甲本身之后就不再做指甲了。所以卸甲之后呢，必须要把甲面处理得非常完美，需要的时间跟技术也都比卸甲重做来得多。另外呢，在卸甲的时候还会额外附上这个修整指甲的形状啦，然后像我们店还会涂上硬甲油，那有些店还会顺便涂上指甲油做一个保护。所以不管是工时也好，还是风险也好，其实都比卸甲重做来得高很多。那我们来张图来看一下卸甲重做跟卸甲的一个差异。卸除凝胶都包含在里面，但是指甲修行的部分呢，卸甲重做也有，可是那是我们单做凝胶的时候就已经在前置里面了。那卸甲呢，它就是多了一个指甲修行。卸甲重做里面也有基础保养，可是基础保养本身就包含在做指甲的里面了，所以说这算是做指甲的部分。那卸甲呢，基础保养是会有多出来的嘛。另外呢，卸甲还会有甲面的处理，处理到非常漂亮。另外呢，还涂个硬甲油或指甲油。所以我们红色勾起来的这4个卸甲有，可是呢，卸甲重做没有的。所以说卸甲卸甲其实是比卸甲重做来的贵不少的。卸甲重做的时机有几种状况是一定要把指甲卸掉才能重做新的包含了第一个，你今天做的是可卸式的轻薄型凝胶；第二个是你今天做水晶材质的人造指甲，或者是你今天在做指甲的时候有使用酸性固定剂或者是含酸底胶，这些部分都一定要全部卸除掉，不能重复使用旧材质。像我们你宝贝在使用的硬式不可卸式凝胶，在完成保护的情况之下，其实可以再使用一次。我们只需要把表面的那个凝胶给抛除掉，把一些脏东西抛除掉，并且把它抛薄一点点。如果说今天凝胶指甲跟真指甲结合并不完全，有一点翻白，有一点跑空气的话，那么就需要把那一只指甲给卸掉。看一下荧幕的左边这一只大拇指是严重翻白，另外一只呢就有粘着不完全的状况，这2只手指头都会被我们卸掉。卸甲水卸除人造指甲。卸指甲的时候又分2种模式，最常见的是用卸甲水来卸除。为什么要卸甲水？那是因为如果说你之前有使用含酸固定剂，或者是使用含酸底胶来粘着材质的话，那么都需要把指甲卸掉来重做。软式可卸式的指甲也是这样处理的。每一次使用卸甲水卸甲的时候，都需要把你的指甲去浸泡卸甲水，让它完全溶解你手上面的人造指甲，也完全溶解那些酸气的溶剂，
也去溶解酸性溶剂溶解的真指甲好老口。那因为卸甲水是有腐蚀性的，所以说它也会去刺激不健康的皮肤。也就是说呢，卸甲水其实并不适合会破坏指甲的客户。会咬指甲抠指甲的话，那我们就避免要使用酸性粘着剂，采用硬式的做法或是不含酸的做法并且使用这个较难的手工卸除的方式来做卸甲。像这双手就是有伤口跟发炎，这样子的手就避免使用卸甲水，所以在制作的时候材质上就要有所取舍了。泡卸甲水的方法，讲一下如何用卸甲水来卸甲。可是在这边请大家原谅我们一件事情，在此时此刻我们店内是没有准备卸甲水的，所以我们只好拿很久以前文章的照片来使用一下。不过好在因为用卸甲水呢去做卸指甲，基本上这个步骤简单好理解，所以请跟着我往下看。准备下列的器材那就是人造指甲的卸甲水、铝箔纸、棉片、钢推、磨甲棒这几样东西。首先呢，为了要让卸甲水比较好发挥我们会先把这个人造指甲表面先浸泡一下，然后呢把棉片沾了卸甲水，把沾了卸甲水的棉片去覆盖真指甲，并且包上铝箔纸，大概停上个15分钟之后呢，打开铝箔纸之后会发现人造指甲里面泡软软的，这个时候用推棒把人造指甲给推掉。那推掉之后呢，其实还是会剩有一些的树脂人造指甲或水晶会粘在指甲上面，这时候就要磨棒把它抛掉，最后呢确认完全卸除干净，这样才 OK。手工磨除卸甲，用手工磨除来卸甲有很多的好处。那像在我们店里面我们在做前置的时候都会使用蛋白液去做一个人造指甲跟真指甲的隔离保护，而且我们也不使用含酸固定剂，也不使用含酸底胶，所以说可以采用手工磨除的方式来做处理。那手工卸甲呢，就可以避免皮肤被卸甲水伤害到，而且可以更精准的去处理人造指甲，是我们非常推荐的一种方式。那手工卸甲呢，也有它的坏处。坏处就是，如果说你今天在做指甲的时候使用了含酸固定剂或含酸底胶，那么就不适用。而且用手工磨机卸甲需要非常专业的训练，如果说技术不够的话其实有时候反而会伤害到真指甲。另外一个麻烦是卸甲的磨机也建议要采用顶级机种。如果说你今天买便宜的机器，有时候它会抖动，然后也会不稳，速度也会不准，会伤害到皮肤，也会伤害到指甲，这是比较麻烦的事情，也要特别的注意。磨除人造指甲的基本手法，原则上磨除人造指甲有3点基本手法。第一个，由最上层到下层分层清除，我们会把表层的透明层先清掉，然后再清颜色层，然后呢我们再把底层的透明层给清掉。在清每一层的时候呢，每一层也分区磨除，也就是说先磨侧边，然后再磨后段，再磨中段，再磨前段。为了不让客户的指甲跟皮肤受伤害，我们会不时的去转动客户的手指。像我们这边呢，就会先磨指甲的侧边，然后再磨后方，然后再磨另外一个侧边，然后之后再把后半部、前半部这样子把它清干净每一层来做。另外呢，可以看到我们这是把客户的手歪一边，歪了一点点，转动客户的手指头去调那个角度，避免那个磨机去磨到真指甲，也避免它磨到皮肤。其实这样子的功法和用磨棒帮真指甲修磨有一点像各位想要知道详细的话，可以去看一下我们之前拍的修磨的影片。现场示范手工卸甲，接下来我们就要去现场我录影，然后 Peggy 示范，各位可以一面想着我们刚才前面讲过的那些步骤，一面看一下我们在实际上面真正在店面的时候，我们是如何处理卸甲的步骤的。来，请看。那你现在使用的机器，那是现在说不定我们过几天用那个电工的，对啊，磨头是原厂金属基色磨头。我们在卸指甲的时候呢，会这个一层一层慢慢来。首先会把颜色上面的那个透明层先卸掉，然后再来卸颜色层。颜色层的下面还会再有一点点的透明层，然后是分层来做处理，这样才会安全。
比较舒服一些，但是不会觉得好像有疼痛的感觉，这样可以吗？可以。可以，那。谢谢 Peggy， 也到了结尾的部分了，再和大家提醒一下，就是卸指甲、卸甲和卸甲重做是两种不同的事情。那卸甲包含了更多的内容。那卸甲要做什么事情，我们预计会放到第3季的时候再来谈单纯卸甲要做什么事。好，这边我们讲的是卸甲重做。卸甲重做的目的是为了把旧的指甲卸掉，然后再重做新的人造指甲上去。这个动作我们叫做卸甲重做。这个部分有时候面对新客户在消费的时候，也要特别和客户提醒，业界所使用的名词有时候和一般人的认知不太一样，这也是我目前很痛苦的一部分。不过随着我们不断的解释最后客户都会知道，我们这些名词到底是定义什么事情，这也是有关客户沟通的一环。其实这个部分在第一次见到客户的时候，就要跟客户告知，也要跟客户做一些基本的知识教育。听到这里，如果你错过了我们之前谈的咨询的话，要一起回到第1季第1集看一下，我们咨询的时候要和客户谈哪一些东西。你宝贝中阶指甲第2季，我们已经上过了前面3集，下一集我们要来谈如何做前置可以不伤指甲跟指缘，要谈更深入的理论跟手法。之后呢，还有很多的理论课程，也有很多的实务课程等着各位和我们一起继续航向指甲精进的路程。谢谢各位朋友到这边，感谢各位，拜拜。